素可泰可以说是历史遗迹非常多，包括有东西南北中5个区域。除了位于中区的古城历史公园外，在北边也有一个非常值得去的，就是西春寺。北区包含了2个历史公园，也是要单独收票的，100泰铢。现在看到的就是西春寺，始建于公元13世纪，可以说是素可泰最神秘的一座寺庙。从这个佛堂的缝隙可见一座巨大的坐佛，这也是素可泰唯一一尊开眼的佛像，也是泰国最大的坐佛之一。佛像高15米，佛像手指细长，雕刻精美。右手被虔诚的佛教徒贴满金箔，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，令人心生敬畏。这尊佛像还有一个会说话的故事，所以也被称为说话佛。跟我一起参观一下这个西春寺。西春寺在古城的北面大概1-2公里，还是骑自行车过去。这个地方需要单独收票。一早来到这里，刚刚开门，这里还没有其他游客，只有我一个人。首先看到的是大殿遗址，只剩下了这些石柱。素可泰这些寺庙基本都是石头支起来的，只有房顶是木头的，所以即使损毁之后，这些立柱都保留了下来。大殿遗址的后面像是一个佛堂，有一个窄窄的门，像是一条石缝。通过石缝可以看到里面一座巨大的坐佛，远远的就可以看到雕刻非常精美，坐姿优雅，尤其是右手非常的吸引人，手指的线条直接垂到了地上，而且这尊佛是睁眼佛，俯瞰众生的感觉，头顶像是一口天井。这个坐佛高15米。我个人感觉这是素可泰公园里面最优美的一座佛像。这个坐佛像是在一个大殿里面，光大殿的墙壁厚就有几米。旁边的这个古树据说也有600-700年的历史。从空中俯瞰这个西春寺，这个是一个北部公园的票，还有一个景点。这个北区的门票除了这个西春寺，还有一个历史遗迹，骑车过去看看。2个地方也要相距1公里。这个遗址公园面积更大，里面有好几个水塘，水面上开着莲花。这是一个风神王寺，这个巨大的遗址公园叫风神王寺，有些类似吴哥窟的高棉风格。这里面的大殿非常大，但是都剩下残垣断壁了。这里基本没有什么游客过来。在它旁边也有一些小的寺庙遗址和佛像。
从空中看一看这些遗址。感觉素可泰相比吴哥窟或者大城，这里古树特别多，所以更像是一个大公园。傍晚到素可泰历史公园散步，离得很近，所以随时想进公园转一转。古城里有很多这样的水塘，都是特意保留的，这些古树都有几百年的历史。所以如果在公园走累了，到树荫下休息一下就很舒服。只可惜这几天素可泰的天气都一般。很想拍一拍这边的晚霞。一直在寻找好的角度。这棵古树的造型非常漂亮。这是主殿旁2颗高大的立佛。很可惜，没有期待中的晚霞。2天来骑着自行车在素可泰的遗址公园里走走停停，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。这是素可泰的特色蛋包菜、椰奶鸡汤、椰奶海鲜汤。晚上找了一家比较好的餐厅，这可能是古城大街上最好的餐厅了。这个汤不错，包了很多把菜包里香蕉的沙冰。这顿饭320，60多，撑死了。这是住的民宿。第2天早晨离开素可泰，前往曼谷。昨天在这吃了晚餐。民宿旁边就是前往曼谷的大巴车站，是回曼谷的最便捷的方式。车票这么一沓子，大约8小时的车程，70多块钱人民币。给了一张餐票，中午11点半路休息吃午餐。就是这样的大巴车，从这里也有前往清迈的车。结束素可泰之旅之后，想前往泰国的南部开始海岛之旅，所以必须去曼谷中转。大巴中间停了一下，在这里免费吃午餐。免费午餐。下车到
到曼谷了。下午4点多，终于来到了曼谷。在曼谷住在了考山路附近，这里离大皇宫也非常近。酒店就叫曼谷皇宫酒店，非常老旧的酒店，不过很便宜，150多。因为突然想去苏梅岛，所以一会儿去考山路上看看去苏梅岛的船票。现在来到了考山路。考山路算是欧美背包客的天堂，所以这里绝大部分都是欧美人。去苏梅岛可以选择坐飞机，也可以选择车船联运，机票一般在800左右。但因为车船联运中间会经过几座小岛，所以喜欢海岛的欧美背包客更喜欢坐这个车船联运。车船联运每天都有，从这里集合出发。考虑了一下，放弃了机票，选择了这个车船联运。也为了给大家拍一拍这个车船联运，还是很有意思的，而且很便宜，不到300元。晚上要在大巴上过夜，大巴的座椅可以平躺到120度，所以基本上也能睡一觉。明天准备开启泰国的海岛之旅，第一站先去苏梅岛。对于不喜欢看寺庙系列的人，终于可以看泰国的风光片了。晚餐就在考山路吃的。明天从这里出发，去苏梅岛，敬请期待苏梅岛之旅。